这是弟子时常听老法师光碟，但近年呢，在事业上遇到很多困境。虽说听经念佛，但现实的困难依旧使我感到很沮丧痛苦。请问老法师，有没有方法可以使我快速脱离这些困难？凡事都有因果啊！世出世间圣贤都常常教导我们，每一天呢要反省啊，每一天呢要思过啊，就是想啊，我自己有没有过失，对人、对事、对物啊。如果发现过失，能把这个过失改正过来，一些困难全都化解了啊。那么这个问题现在临到你身上了啊，你有，别人也有，在现前社会呀，像你这种情形人一定很多。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就遇到不少啊，也有很多人来找我，我就送一本《了凡四训》给他看。哎，确实有效果。有几位呀，真的不但他自己呀依教奉行呢，他全家都走啊。3年之后呢，有了效果了啊，他的困难渐渐化解了，慢慢的能够稳定了啊，最后一步一步的时候兴旺起来。啊，所以他看到我对我非常感激。我说你不要感激我，这是你自己啊，真正的回头是岸了，真正懂得了因果报应啊，你能够把你的恶业啊化解啊，断恶修善啊，这是你自己的功德，哎，你自己的成就。啊，我只不过是把这本书介绍给你而已，啊，所以只要你能信，啊，真正肯信，依教奉行，没有不能改正过的啊。这个每一个人呢，一生这个遭遇啊，是定业啊。过去生中造的定义。那么在伊斯兰教里头，《古兰经》里头也有这句话啊。伊斯兰教它不称上帝，它称真主啊。我们佛经里头不称上帝，也不称真主，称法性，一个意思啊，造物主嘛。啊，你看这个经论里头，佛常讲啊，宇宙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所以佛法讲性，讲识。啊，那么他们那个教里面呢，称为真主，称为上帝。啊，实际上是一桩事情，叫造物主。古兰经上真主说：“万物，我依前定创造他们。”你看，上帝给人一生呢享福，也叫那个人一生呢受折磨。那这上帝不公平吗？
怎么会对他那么好，对那个人那么不好呢？他讲的嘛，他以前定。这句话叫大家没得说了。你前世造善业，那你这一生该享福；你前世造恶业，那你这一生该受罪嘛。以前定嘛，不是依自己的意思，上帝很公平上帝没有私心那一句经文很重要以前定但是这个佛法，这个伊斯兰也讲到了，我们这一生所造的善恶可以能够改变定义了凡先生遇到云谷禅师，云谷禅师教导他了就是努力的断恶修善，把定业转过来定业别人不能转，只有你自己可以转所以他把这个道理给他讲清楚，方法教给他，他自己真的依教奉行不过他做呢，做得很缓慢你看看回去之后发心呢，做3000桩好事，3000桩好事10年才完成不容易10年才完成但是他这个愿意发的时候，3年第3年呢，他的运就转了他读书参加考试，他命里头没有功名古时候这个功名就是讲举人进士他没有这个命他的命呢只能够到秀才秀才要比照现在的学位来讲呢，就学士大学毕业的学士举人就是硕士，进士就是博士，最高的学位所以他没有那么到第三年他就参加考试，那个命里注定的他是考第3名，结果他考到第1名，这就不准了每一年的收入也增加了所以慢慢的他就相信了，建立信心所以到第10年的时候，年年就参加考试，举人也拿到了，进士也拿到了拿到进士之后他做这个宝坻县的知县宝坻是个大县在这个河北靠近天津那时候是归这个中央直辖的就皇帝直接管辖的这个县市他做了很多好事他寿命只有53岁，他活到74岁走的延寿20年这都是自己修的他没有求延寿延寿20年命里头没有儿女，叫他有一个好儿子求来的佛事门中有求必应那求有求的道理你要懂，有求的方法不是盲目迷信能求得到的要真正从自己内心里面忏悔、改过自新断恶修善这才真正把命运转过来那么他年轻的时候习气很重，都是过去生中些不善的习气
他在云谷禅师很坦白，都说出来啊，一条一条反省，把毛病都说出来了啊，这就是有救啊！啊，云谷禅师教他一条一条都要改，哎，对你自己的身体啊很不利呀！啊，那么在那个时代，还有一个跟他状况差不多的，就于敬义。啊，于敬义大概是比了凡先生大概大10岁，我记得是大10岁。啊，那个造的恶业就更重了，啊，而且自己不知道，自己以为自己天天行善，不知道天天都在造恶业。啊，那么总是一个读书人，哎，还有一点呢，善念，感动的造神，啊，造神真有，不是假的，啊，造神现身呢，来度他，啊，把他的一生这个恶的念头、恶的行为，一桩一桩诉出来，啊，给他说出来，说他哑口无言，啊，告诉他的时候，应当要怎样就悔改，啊，说完之后，就走到厨房里面，人就不见了，他就晓得造神来电话的，啊，从此之后啊，他那个改过的决心，啊，跟这个做法呢，超过了凡先生很多倍呀，了凡先生不如他，啊，那么果报也不相同，他的果报也超过了凡先生，啊，那么他活了88岁，啊，到晚年的时候，福报都现前了，啊，可是到那个时候啊，心灰意冷，他已经把人生看透了。啊，所以这个都是很好的例子，啊，那么在中国自古以来啊，哎，这样的人很多很多，啊，留下完整的记录不多，但是我们在古时候古人的笔记小说里面看到很多，啊，只要留意，到处都能看到，啊，所以前世，啊，这个古兰经讲前定啊，那是定数，啊，可是定数当中还有个变数，啊，变数就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天天呢都在定数当中啊做加减乘除，我们的念头善，言行善，这就加了，就加分了。我如果念头恶，行为恶呢，那就减了，啊，就把你命里定数的时候减少了，啊，所以每天有加减，大善大恶就是乘除啊，啊，你有大善的时候就乘啊，大恶就除啊，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那么这些全都是世间法。啊，命里头的财从哪里来的？财从布施来的嘛。啊，那有人这个
财库里很丰足啊。前世修财布施修得多啊，真诚心去修啊，所以他财库丰足啊，这财从这儿来的啊。如果我们命里头没有财啊，这一生当中啊，就应当要努力去修财布施啊。生活的时候宁愿苦一点，节俭一点啊，把这个钱省下来的时候啊，多做好事啊，帮助一些贫穷人啊。那么到晚年的时候啊，你这个果报就现前了啊。无论经营什么样的行业，统统会赚钱啊，因为你命里头有，不管做哪个行业都赚钱。命里没有啊，做哪个行业都要亏本，就这么道理啊。所以这是你命里头有没有啊？聪明智慧呀，也是这样的。聪明智慧是法布施啊，法布施的果报的聪明智慧啊，无为布施的果报啊的健康长寿啊。什么叫无为呢？啊，现在讲这个是比较上容易体会啊。现在这个社会不是有恐怖分子吗？啊，你不常常生活在恐怖的世界里面吗？啊，怎样能够帮助众生消除恐怖？这就是无为布施啊。那无为布施里面最这个容易见到的就是素食啊。素食啊，决定不去害这些众生啊。你常常吃素啊，这些动物小动物看到你不害怕你啊。为什么呢？你有慈悲心，你不会害它啊，它不怕你啊。那个吃肉的人的时候，所以说有杀气，我们人看不出来，动物看得出来，看你有杀气，它就吓得赶快跑了啊。这个果报呢，健康长寿啊。所以现在人希求长寿啊，吃这些众生肉啊，以为这有营养啊，可以能得长寿，错了啊。那把他自己的寿命呢亏折掉了啊。本来有长寿可以活100岁，结果活到80岁啊，他就死了啊。他寿命减少20年啊，甚至于严重的时候，他50岁就死了，这亏折1半了啊。所以像这些地方，我们都要懂得啊。尤其没有福报的人啊，要惜福啊，要修善，要积德啊。所以你看看，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谁不要呢？啊，不信佛的人他也要啊，其他宗教他都要啊，都希望得到。佛讲的最清楚，你怎么做，你才会得到啊。那么佛不教这些东西，为什么呢？是世间法，不是究竟法啊。不提倡这个是怕你迷在这个里面啊。佛常常教人呢，以苦为思啊，这是对的啊。生活清苦一点，对这个世间没有贪念，你有出离心啊。如果生活在富贵当中，他对着你留恋啊，因为极乐世界很好，他没看见啊，他不太容易接受啊。如果这个地方生活很苦啊，讲极乐世界他很向往啊，他愿意去啊。道理在这个地方啊。
这是佛的真实慈悲呀！但是呢，也不能没有没有太生活太清苦了，你也很难过得去所以我们只要生活能过得去，真正明白了晚年福报现前了，要拿这个福报去给一些没有福报的人、贫穷的人、苦难的人，给他们去享受，这就好，自己不要享受古人呢，这种例子很多很多出家人，你看我们看印光大师这是近代最好的一个典型一生都是过一个很简单的生活他晚年住在苏州灵岩山寺他的官房我去看过，很简陋印足一生的修行。中国古人所讲的厚积薄发了，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他老人家在70岁之前没人知道在这个普陀山藏经楼，他管藏经楼心地清净，30年，管藏经楼30年，天天在读经，天天在念佛，没人晓得这个因为他是陕西人到南方呢，这个口音讲话了，很多人听不懂所以就没法子讲经有人向他请教呢，多半是用书信往来，用文字这是偶尔真的有一些学者到普陀山去游览遇到他了跟他一谈这个出家人有学问疑难问题向他请教，他都能给你解答那么这些学者常常跟老和尚通信，老和尚回答的这些信件，他们就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老和尚这才出了名了这一出名之后，皈依的人多了，供养的人多了每一天写信来应付这些人，这是他弘法的阶段。70岁、80岁圆寂只有10年，这10年影响太大了国内外在佛教产生极大的影响那么老法师收入多了，1分钱都没有用在自己生活上没有改善自己的生活衣食住行都还是照旧，钱拿来干什么？拿来印经布施他在苏州报国寺办了一个弘化社就是现在我们讲的佛经流通处印经印善书老人家一生非常重视因果教育所以提倡这3样东西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安世全书这3样东西印的最多我对于这桩事情的发现是1977年，我第一次
到香港来讲经，就在界限街中华佛教图书馆。他那个图书馆好像还没有我们这么大，他那个佛堂没有我们这么大，比我们这个还小一点。我第一次到香港，那个佛堂是谭虚老法师在香港建立的。我到香港来的时候，老法师已经圆寂了。那么这个佛堂呢，是由他的学生常怀法师主持。我当时在那边住了2个月，讲楞严经。那么图书馆里面弘化社的书很多。那么印光大师是我们的祖师。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是印度的学生。所以我们有这个关系，对他弘化社的书就有特别的一份感情在。所以就多看这些东西。那么我看书呢，首先呢看版权页，了解这个书流通量有多少。结果这么一看的时候，才发现呢，这3种书它印的最多，印了几十版，而且每一版的量都很大。都是5万册、10万册。概略的统计一下的时候，这3本书的时候，差不多在那个时代，它的流通量超过300万册。我就非常惊讶，因为佛经没这么大的量，版没这么多，而且印的时候量都很少，1000册、2000册、3000册，没有像他的几万册所以这是让我们初学的人看到之后大惑不解呀！怎么佛门的祖师们提倡这个东西，不提倡佛法？那想了很久以后再想出来的时候，应当是世界乱了那现在来看的时候就太清楚了这个社会乱了，佛法救不了世界，儒也救不了世界，没人相信因果报应呢能救。你只要把因果报应的理论跟事实讲清楚、讲明白，你怕不怕报应？你做的恶，动一个恶念都有报应，你还敢不敢动恶念？你还敢不敢做坏事？所以这个教育的效果很大了。你现在这一生都不如意，感到的时候，现实上事业都遇到许多困难，生活的困难，事业的困难，家庭的困难，你想不想改善？从哪里做呢？如佛都很慢，都来不及，因果最快。我们得想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那一次我回到台湾之后，我也把这3种东西大量的来流通，好像印了大概6、7万册的样子，而且在台湾各地方来讲解，我们佛门里面有很多法师，对于我的做法呢，都觉得不能接受。他说：“你是个佛门的法师，讲经法师，不讲经，你怎么去讲了凡四训去了？”
啊，讲感应篇去了，感应篇是道教的，啊，他们说你怎么讲外道的？啊，来责难我了，来质问了，啊，好在这个法师年岁都比我大，出家也比我久，啊，对佛法也还了解一些，啊，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我没有讲外道的东西啊，我讲的是佛法。这明明这是道教东西，怎么是佛法的？我说经过佛法法印印定的。他瞪着眼睛，什么法印呐？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这是不是法印？他就没话说了。那印光法师提倡这3样东西啊，都符合这佛所说的，符合佛所说的就是佛法啊！你怎么可以把它看成外道啊？啊！我这一解释，他掉头就走了，再也不理我了。啊，这个佛法印定的啊，那么这各30年了。06年正好满30年，啊，30年这个社会变化太大了。30年前这些书还有人看，很多人喜欢看，现在30年后啊，这个书没人看了，也看不懂了，啊，这个过文程度真是一落千丈啊，看不懂了。现在人喜欢看电视剧，啊，所以我就想到我们祖师的苦心啊，他要用这个东西，用因果教育来拯救世界啊，做了那么多的工作，这都是给我们的启示啊，提醒我们对他这个工作的注意啊，我们注意到了，我们看到了啊，那我们就要借助。把他这个慈悲心呢，要发扬光大；把他这个事业的时候，要普遍来推广。那想来想去，只有编电视连续剧啊！我想了很多年了，但这个东西要花钱呐，哎，不少钱呐，啊，拍这个专辑呀。所以这佛门常讲个心想事成，啊，居然就有一位居士，啊，他拿了一笔钱给我，我就问他钱从哪来的，啊，是他父亲的遗产，啊，父亲过世了，兄弟姐妹分这个遗产，啊，他们是在这个香港。经营一个轮船公司，啊，后人都不愿意做，卖掉了，啊，卖掉时候他分了900万美金，通通拿给我，他说我1分钱我都不要用，拿去做佛教教育事业，好啊，啊，我这一算的时候呢，我们拍这个3种连续剧啊，500万美金，这个钱就有了，哎，钱我也没有要，你直接去跟他们去付去，啊，我只给你接头，啊，我找到游本昌，拍济公的，大家都知道，我就找他。那么《了凡四训》呢，拍摄完成了，现在在剪辑，他告诉我，大概3月可以推出来了。啊，这第1部20集，接着呢，我们就拍感应篇汇编呢30集，啊，然后再的是了凡四训呢30集，啊，总共80集，啊，我要求的品质很高，啊，过去人家很喜欢，像这个。永正王朝，我听说拍得不错，啊，我说我们的品质不能够低过他，
高过他可以，不可以低过他。听说雍正王朝拍摄的时候，一集是这个人民币是45万。那现在当然了，这个费用会提高一点的。我给他的标准是一集50万。我说你好好给我做。这也是祖师的加持，三宝加持，众生有福这样子顺利搞成功了。所以我们用这个方法而且呢，这个片子完成之后，我们上面要打外国文的字幕那么联合国有6种国际语言这6种，这个我们中文是一种我们是用中文来演说但是外面用英文字幕除英文之外，有法文，有阿拉伯文，有俄罗斯文有西班牙文，这6种文字流通到全世界所以不但在中国弘扬，在全世界弘扬，提倡因果教育就除了因果教育之外，我们实在讲再想不出好办法来了因果是真的，决定不是假的我在没有接触佛法之前，确实首先接触到的呢，就是《了凡四训》那个时候我年轻的，遇到一位老先生69岁我26岁那个老人家69岁，他把我们看成孙子一辈看待很爱护就送我一本《了凡四训》那我把这部书从头到尾好像是看了30遍用了3个月的时间看了30遍，非常感动。了凡先生的毛病我统统具足，了凡先生的福报我比不上他所以看了这个之后才真正晓得自己有意无意造许多罪业就赶紧回头那么在没有多久，这就接触到佛法了就从这真正回过头来那么这回头之后，语言都非常殊胜张家大师圆寂之后，我亲近李老师李老师是朱金洲先生介绍的，就是第一个送《了凡四训》给我的这个老先生，他跟这个李老师是老朋友他们好像年龄也差不多好像是同年老朋友，就介绍我认识李老师那么李老师就劝我学讲经所以讲经是李老师教的我佛法的基础是张家大师奠定的所以这是事出世间法能不能成就关键在老师那老师教的学生很多就学生肯不肯受教这又是一个关键遇到好老师，对老师怀疑，不能完全接受，那就很可惜了所以对老师有信心，对自己所学的东西有信心，对自己学习的成就有信心
你才能真正学到东西。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我们在学习当中体会到，这个佛家讲的法喜充满，真正的受用，越学越快乐。学佛这两天就过年了，这过年我学佛就55年了，讲台上讲经教学48年了，48年，所以有很多人问我，法师你要不要到场？我就跟他说，我说中国大陆地方很大了，很多人请我去讲经我说你相信不相信请我的地方至少有300个，相信。那么大嘛，这300个的地方呢，当然是可能的吧。我说我一个地方讲1个月，我讲到100岁还讲不完呢。我说你想想，我要到场干什么？所以一生没到场。我在香港，我住的这个地方就是买这一层楼的陈老太太，这层楼是她买的，给我们这个学会的。她自己的房子借给我住，好借给我住，房子的所有权是他的，使用权是我的，我使用，他所有，他有所有权，所以房子里面所有一切开销都是他拿，水电电话费都是他付，我什么都不操心，只给我一把钥匙，很自在所以到80岁了，我没有房子说老实话，我也没有信徒我也没有成立任何机构，净宗学会是每个地方他们自己成立的，与我不相干我劝他们成立，我绝不干涉他们好意呢，要我做他们的导师，反正导师无所谓了，我不去干涉他就好了，所以有时候就来问问问题这个我有义务为他们解答所以一生真的我做到了，不管人，不管钱，不管事。那么这些年来的时候，所以我常常给同学们说，不要给我写信，我不看信件，不看这些东西，也不要给我打电话，我没有电话，没有电话，什么都没有，所以才清净身心清净。每一天的工作就是读经讲经除这个之外没有事情这个就是我养生之道所以解决这个一切困难问题离不开因果教育因果教育非常重要。